好，来，那这个影片的话呢，是要展示一下说，在 Painter 2016这次的改版呢，一支比较特殊的笔刷，它叫音效表现，好，音效表现这一组。那这一组笔刷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再搭配一下音效这个面板来使用。好，那主要的用法是利用声音去控制这支笔的一些变化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准备看看它可以做什么事情。因为这支笔的操作一定要透过影片的方式去示范才能了解，用图面的就比较没办法，所以才专程录一下。那我先做一支笔刷好了，我就不用它预设的笔刷，我先自己做一支。可能这样做一个很简单的笔头。好，那现在这支笔的造型变得像这样一个 L 型的哈。好，那再来你要怎么去跟这个音讯的方式去产生呼应呢？那我们可以先叫出笔刷的控制面板出来。OK， 那当你在使用这些笔刷的控制面板，你会发现在参数的最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像是一个喇叭这种形状。那只要你发现这个参数呢有这个喇叭的形状的话呢，它就可以跟这一支笔产生一些作用。那我先把这支笔的间距先拉宽一点，先拉宽一下，这样等下比较容易看出它之间的差异性的变化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我把笔刷的尺寸大小，那现在我希望说用音效的方式，用声音的部分去控制这支笔的尺寸变化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支笔的话呢，它的表现，它还没有尺寸变化大小，因为我刻意的换成是用滑鼠，在做这个操作。好接着我们把音讯输入这边启用 ，OK， 那你再播一首歌，或者你自己用麦克风讲话，应该都可以。好，不然我用麦克风讲话。好，如果有声音的时候跟没有声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好，没有声音。好，再来讲话。好，尺寸大小就开始产生变化了。那再来用内部音讯放个音乐。好，你可以发现说，当它有几个比较重的声音的时候，应该讲声音比较大声的时候啊，那笔刷尺寸就受到影响了。所以我的判断是，因为它只是透过声音的音量大小，跟声音的节奏或者说跟音的那种音频什么的啊，那振幅有的没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相关，就只有音量尺寸而已。那另外，你一定要在画的过程中有移动啊，或者有做其他的，才会感觉到。如果你原地一直点住，它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出来。好，那这是它的基本使用。来，暂停一下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再换一下，这个我就不用笔刷尺寸了，我就换成是透明度来调整。好，正常情况下的话呢，正常情况这支笔，最小透光度，好了，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来做一个不透明度的变化。好，声音再继续。怎么完全画不出来？有了，可是不是很明显。那暂停。那你可以看到，使用这种声音输入的方式的话呢，它的随机性非常非常强烈，已经强烈到老实讲根本是无法去驾驭它的一种使用。所以这个笔刷的话，如果真的要用音讯的方式去做出效果很好的一个表现的话，那这个要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。好，那以上这两个操作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透过声音去改变一些参数。那 Painter 里面的这些笔的参数的数量啊，非常非常的多。这边的参数，那你只要发现说在旁边的话有这种像一个喇叭的形状，它就可以做这样的调整。那其中以微粒笔刷的话呢，它可以说是这边调整可能最多且最复杂的。那事实上，微粒笔刷就算不用这种方式的话，它的随机性也已经够强，所以应该也没有必要特别去用用声音去控制它这样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说预设的一些笔刷，好，预设的
然后我的笔先还原，音效表现 ，OK， 来看一下。换个颜色，像这一支的话呢，它应该就只有数量多寡跟颜色。像这种随机性太强烈的笔刷，在正常的操作，好像用的机会没有那么多。再删掉，预设这几支笔刷测试一下。那像这一支的话呢，它所控制的就是线条上的边缘变化。那剩下的我就直接跳过去好了，因为其实表现起来的内容的话，应该大同小异，就是用声音去控制。可是其实用声音控制的话呢，跟乱数控制应该差不了多少。所以这支笔如果真的要运用，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熟悉它。然后顺便讲一下微粒笔刷，其实这支笔在上一个版本就已经出现了。那微粒笔刷的话呢，它也是一把随机性非常强烈的一组工具，随机性比较强。那不过它的随机性的话呢，还至少有一个规则可以去依循。像这一支这个以后如果画蛤蟆，应该很好用。这样1颗、2颗。好，那换其他的好了。就大概是这样了。好，那以上的话就是在 Painter 这一次音讯笔刷的一个简单的示范哈。那至于使用价值，看完应该自己就有一个心得了。